现在啊，如果您到超市或者是一些白酒专卖柜台啊去买酒，你会发现几乎你见到的任何一个品牌，它都有升级的东西。比方说什么10年陈酿啊、20年原浆啊、30年真品的，我们管这个叫年份酒。根据中国工商部门出具的数据，现在呢注册的白酒大概有7000多种，其中有5000种白酒牌子有年份酒。按照我们普通人的理解来说呢，你比方说20年陈酿，那就是这种酒啊20年前酿好了，然后20年后装瓶卖。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来定义年份酒的话，您见到的年份酒几乎没有一瓶是真的。年份酒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个舶来品，也就是说从西洋过来的。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喝红酒，我们都知道红酒的年份是非常严格的。你比方说这个，你储存了2年以上，你才能叫 VO。咱们有的人熟知 XO，XO 什么概念？你至少要窖藏8年半以上才能叫 XO。你像咱们说那个人头马系列里的路易13，咱们都知道贵的吓人，那一般来说都得有40年以上的酒龄。还比方说现在中国喝拉菲很火，说拉菲一提82年的拉菲，你看这都是有严格年份的。它是怎么实现的呢？你如果要熟悉比方说欧洲那些酒窖，哪年的酒进到这酒窖里怎么封存的，它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有严格的检验标准，而且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一些公证。所以西方这个酒它有严格的年份限制，也根据这种不同的年份呢来界定酒的品质。它也允许呢不同年份的酒啊混到一块儿，但是呢你混完了，比方说82年的酒、86年的酒混一块儿，你这酒就得按86年的年份来标。它非常严格。所以说年份酒的概念呢，最开始是从葡萄酒、红酒传过来的，因为它有严格的检测标准。可是到了白酒业推广的年份酒呢，什么情况呢？比方明明这个酒啊，它才藏了3年，他敢说10年；藏了5年，他敢说20年。有的酒厂呢，刚建了2年，2年前这酒厂开的，他就敢推出20年原浆了。建了30年酒厂就有100年的纯粮食酿酒，所以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混乱。咱们先给大伙说这个年份酒是从哪年开始推的。我记得在97年的时候，古井贡酒啊酒厂推出了一个叫10年原浆古井贡，那是中国最早的年份酒概念。但是古井贡当时并没有从这个概念当中的获得太多好处，倒是后来腕儿大的酒进来了，年份酒推起来了。2004年的时候，茅台酒厂推出来15年、30年、50年、80年茅台酒。咱们当时也知道，这个现在这市场上15年茅台卖批发价基本上还得4、5千块钱呢。你等要是50年的茅台，那就得卖3万多。结果2005年五粮液呢也开始推出年份酒啊，10年、15年的、30年、50年的。他那也是10年的，比方说这个五粮液卖几千块钱，你等到这个50年的五粮液呢卖到2万5以上，可以跟茅台的价格差不了太多。那么跟普通的酒一比，这差距就大了。茅台和五粮液普通酒1000多块钱，可是一沾上年份2个字，马上这个价格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后来像酒鬼酒啊及时跟进，结果一线品牌这么干，2、3线品牌也接着这么干，纷纷都标注自己的这个年份酒，想在高端市场呢分一杯羹。那么说为什么有人说老梁你说这不对，那人家厂里就没有真存那些酒吗？拿出来卖不行吗？咱们不否认有一些确实历史悠久的厂家，他当年有一部分酒啊搁到酒窖里，搁到山洞里流传到现在。可是为什么我说现在市场见到年份酒按照真实的标准来讲几乎都是假的呢？你听我往下给你讲道理。首先一个，哪有那么多酒轮到现在？留不到。我们大家可以想象80年代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叫糖业烟酒专卖公司，就烟酒都实行专卖，厂家生产多少都搁到轻工局的烟酒专卖公司搁这儿存着往出卖。
当时这酒类呢是社会的稀缺产品，那基本是出一瓶卖一瓶，出一瓶卖一瓶，而且厂家这酒生产完了赶紧灌瓶，灌瓶进入流通领域。到90年代的时候，大家都说有一段白酒卖疯了，什么孔府家、孔府宴、秦池酒，就那一阵中央电视台标王都是卖白酒的。当时都卖疯了，哪个厂家把酒搁到厂里不灌瓶不往出卖？如果他真肯留下来的话，有人说那留下将来，当时留下来，第一个占库房，第二个占流动资金，所以不可能有哪个厂家把这酒一直留到现在再往出卖，除非什么原因呢？他本身要留一些基酒，作为就是后来调味啊或者展示的这种用处，再不就是搁到那儿呢，阴差阳错的原因忘了，没人想起这事来了。倒是什么是真的呢？咱们老百姓家自己留的，你比方说当年留瓶茅台，留瓶五粮液，舍不得喝呀，过了这么些年再拿出来，这可倒真是陈酿了。但是这个陈酿呢，它是等于个人行为，不可能存在那种大规模的商业行为，我当年把这酒储上，到现在再拿出来。所以说你按照过去的标准，你现在看任何一种酒的产量有那么多的这个年份酒，绝不可能，就不可能这酒是他真存了20年、30年、50年，现在拿出卖的。你会说那白酒企业胆子也太大，就这么明目张胆欺骗消费者？他有他说辞。所谓的这些年份酒，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比方说这个酒，它假如真有存了那些年的酒，拿出之后呢，搁后来产这个酒啊，搁一块勾兑。他假如说存了20年的酒，他把20年酒拿出一点，跟现在这酒勾兑到一块，然后卖给你。他拿出10年的，这就算，假如说他20%是过去10年的酒，然后再加80%现在酒，这就一瓶卖给你了。就是负点责任的厂家也是这么卖年份酒的，就是老的基酒加现在酒混一块。至于原先的真有没有10年、20年、30年，谁也保不了准，恐怕厂家自己真要较真他都说不清楚。而且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这个酒窖是老的，比方说这酒窖有60年历史了，我60年历史酒窖生产出来的基酒，那就算是多少年历史。还有个这种方式瞒天过海，那么有的甚至过分到什么程度呢？我这一瓶酒里头啊，就滴上2滴的原来的酒，我就算年份酒了。原来说存20年，我滴2滴的，好，20年陈酿。这种情况也相当普遍，所以很多时候它这个年份酒都是我刚才说的老的基酒加上新的酒兑到一块勾兑出来。那么这一勾兑引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勾兑里头必然要有添加剂。你看前一段时间几个出名的白酒的品牌都爆出了塑化剂丑闻。这塑化剂是干嘛的呢？主要是用来勾兑酒的，而且它是勾兑年份酒非常重要的添加剂。它用来干嘛呢？因为这个酒啊，如果要不是一个年份生产的，搁到一块儿，你往那一放，时间长了上下容易分层，一喝上面跟水了吧唧似的，但底下一喝呢挺有味道。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现象呢，得让它勾兑匀乎了，塑化剂就是让它勾兑匀乎的。再一个年份酒，咱们老百姓咋判断呢？只能根据酒这颜色呀和粘稠度啊，就说咱们倒到杯里这么看，一上一溜一溜的啊，这是不是挂杯呢？挂杯不就好的年份酒吗？它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塑化剂就是让酒本身有粘稠感的，能够挂杯的，让你看着好看的。而这塑化剂搁多了，对人体是有害的。所以年份酒它还会引发一些食品安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白酒业没有一个关于年份酒的标准，现在咱们找不到国家出台的年份酒的标准是什么，所以任何一家白酒企业都敢标10年、20年、30年、50年。而且有相关专家也提示过，就是说中国这个白酒它很复杂，作为蒸馏酒，现在为止呢，没有任何一个科研机构能拿出一套检测这个白酒窖藏年份有多久远的这种精确的标准来，或者说普通人呢能够检测这白酒窖藏多少年，就是酒厂自己他都不知道他藏的酒准确年份多少，除非是就是那年酿造的放到那儿，否则的话把这酒拿来说你测它吧，哪年产的他也测不出来。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行业本身缺乏一个科学标准，才造成年份酒大量的泛滥。有的人说，那既然这样，这年份酒厂家生产，这看来利润得挺大，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干。那是啊，刚才我说了，15年、30年一比，那得差多少？各品牌都是，它年份酒跟普通品牌之间差距是很大的。所以说，这种酒首先一个提高了厂家利润，再一个完成了自我品牌的升级。你像有些品牌杂牌子酒，杂牌子酒，它为了自我提升，它也出年份酒。它怎么出呢？这些酒厂，你不要以为他自己在那酿酒，他呢先有食用酒精在这放，然后到四川、贵州这些出白酒的大省份，从那里边拉来原酒，就那些小厂子呀、乡村酒厂拉的酒，然后两下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也给你弄出年份酒来。很多企业都是这么实现。为什么说它是自我升级呢？你想，假如他这个杂牌子酒一卖几十块钱一瓶，永远在这个档次。哎，我现在给你炒年份酒概念，炒来炒去造成什么呢？反而年份酒卖的销售额要大于普通牌子，这其实等于什么？就跟大变活人似的，完全改头换面了，但东西还是那东西，所以它是一种自我升级的过程。甚至有的企业呢是这样，比方说我们有时候这个抽烟、喝茶，你都会发现某个茶叶1等品、2等品、3等品、特等品。其实它的特等品和3等品区别不大，那为什么分级呢？他要想涨价，假如说我要涨价，说原来一斤100块钱，我涨到1000，你咋涨啊？100到1000翻10倍，你们坑人吗？哎，我有办法，我把原来的茶叶分成4等，特等、1等、2等、3等。那好，我3斤100块钱一斤，我把特级卖到1500，一级卖到1000，你看我特级1级吗？结果卖着卖着，3斤在市场上你见不着了，就剩下1就特斤，这价不一下就上去了吗？人说你原先我们这是极品呢，你买的就是极品呢，说普及品没了，为了映衬特级1级，一下子它涨价涨起来了。所以白酒这个年份酒的概念，其实就是这种自我升级、自我炒作的一种方式。所谓年份酒炒起来了，原来的普通品牌就为了衬托年份酒而存在，它不至于消失。但是很多杂牌子酒厂都把年份酒当做自己主打产品。其实这个现象又何止白酒行业呢？你看看香烟这个领域，咱们以前有的牌子不怎么样，全国说1云2茶3中华，都说这个云烟呐、红塔山呐、中华呀这好。可这些年你看香烟市场比中华贵的烟有的是，各地方纷纷开发一些高档烟，普通品牌的和它的顶级品牌能差好几十倍。你以为烟的质量真差那么多吗？非常接近，无非烟丝子、用料加香料等等方面有点特殊做工。它这种分法就是我刚才说的，跟白酒推出年份酒是一模一样的，自我生活、自我炒作，结果造成这烟里边各个企业都推出所谓天价烟，这是都比中华贵。其实这种行为是什么行为？在我看，就是一种自我炒作的欺骗消费者。在咱们到酒店里头，到这个大的商场里、超市里头去买这种酒，买年份酒，你看着好花不少钱，喝的时候呢，确实它搁食用香精各种兑啊，口感是不错的。因为咱们实事求是跟大家说，真有一瓶留了10年以上的酒，你再喝，味道也不见得怎么好，还真不如它搁这食用香精勾兑的口感好。可是呢，我们花了这么大价钱，你以为喝了？中国老百姓一想啊，酒要喝沉，烟要抽心啊，酒不得是越存年头越长越好？你以为花了钱了，你得到享受了？其实那年份酒基本上都是骗你的。所以这就是中国现在这年份酒市场的一个现状。可是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种行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成为一个个营销成功案例典范。凡是干这个事儿的，被称为营销大师、推广大师。你像有些所谓的策划大师，经常策划出白酒业这样例子：某某个老厂子一下从地里挖出多少年的酒来，然后拍卖、假拍卖，找个托到那儿，然后花几十万买这一瓶酒，把这概念炒作了，完了就推出窖藏、典藏几十年的开始卖。可是这种行为居然呢，被很多企业认为这是销售、营销策划的典范。我就觉得奇怪了，这不公然助长我欺诈的习气吗？
而且这样人被捧为营销大师，企业获得了利润，你社会的导向哪儿去了？所以我对这个现象，我现在感觉到特别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消费者利益都受到损害，老百姓也不怎么愤怒。我后来一思考，我发现这个问题的诀窍，合着这年份酒出台呀，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场合啊，说喝最好的酒，茅台、五粮液。哎，你有钱能买茅台，我有钱也能买茅台。哎，出了茅台30年50年，那我要是喝茅台30年，我就比你喝普通茅台的牛得多，就显得我有面子。一个送礼，这钱送的值，这钱花的值。再有，反正不花自个儿钱，要么老板的钱，要么是公家的钱。所以这个酒越贵，反而他觉得越有面子。至于你这东西是真是假，我倒不在乎。我喝的是个面子，我送礼，我巴不得我要送最好的，我才有面子。假如说有普通茅台，那我这儿有30年茅台，我送了30年茅台，比那有面子多了。所以有的时候这种面子消费、人情消费，它是干啥呢？你是希望花这个钱来换取更大的利益，那你作为一种成本投入，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些年份酒，普通老百姓、工薪阶层有多少人能喝得起的？不还是买的喝，喝的不买吗？那么作为能喝得起这些，有很多是公款吃喝，慷他人之慨，他当然也就不在乎了。所以年份酒推出，恰恰是抓中了人这种面子消费、人情消费、公款消费的这样一种心理特征，否则这个酒绝对不会这么快的普及。7000多家酒厂的5000多个牌子都注册成年份酒，所以由于利益没有触及到自己身上，可能更多的部门、更多的人群就习惯这种商业欺诈现象在我们眼皮底下横行。所以你从这点来讲，假如说我们每个人的消费的东西，这个钱都是自己出，可能你就会对这种商业行为有着切肤之痛，你愿意去打击这种商业欺诈，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所以从这点来说呀，我是坚决拥护咱们现在中央政府出台这8项规定，扼住公款吃喝、公款消费的喉咙。只有把这个公款消费这一点能够彻底整治，那么白酒业虚火上升的这个现象也就相应的得到了整治。我想这个话题恐怕比年份酒的推出更值得我们深思。喝酒误事有传统，自打这个酒被发明出来以后啊，就一直不缺酒鬼这种人的存在。历朝历代都留下很多和酒鬼有关的传说故事。要说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是谁呢？这排名不好分先后，但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里的刘伶，他肯定是榜上有名的，而且是名列前茅的。他留下的历史故事几乎都和酒有关。你比方说他出门身后头带着一名仆人，这仆人手里还得拿着铁锹，干啥呢？不是怕他喝多了跟人干起来给他帮忙，事实上他有自知之明，喝多真惹着人了，他自个儿就跟人家说你看我这天天就光喝酒不吃饭的小身板也没几两肉，你打我，你一拳你就能把我打死。人家一听都憋不住乐，他不打你了，这事儿就过去了。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别人帮忙打架。那么这仆人拎着铁锹干啥呢？他是防止自己喝酒没数，万一喝死了别污染环境折腾家人啥的，让仆人看看我在哪儿喝死的，你就地挖坑给我埋了，你回去找我家里人领赏钱去。你说这个刘伶当酒鬼都当出一定境界了，而且他自个儿也知道喝酒容易误事甚至呢还能死人。但是幸运的是呢，刘伶一辈子没啥事业心，除了偶尔做做文章之外呢，也没啥事能让喝酒耽误的。他留下的文章就2篇，一篇叫《酒德颂》，一篇是《北邙客舍诗》。这喝酒反而给他增添灵感了。那么说历史上那些有事业的古人喝酒误事可是屡见不鲜的。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喝酒误事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极端情况。首先一个误事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够严重了，叫喝酒死全家。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啊？什么故事呢？这个酒鬼呢是西汉时期的猛将灌夫，这在史记里都有明确记载他喝酒怎么死全家的。这灌夫本来呢姓张，他父亲叫张孟，
张梦呢曾经当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我们知道灌婴是跟着刘邦造反起家的老臣，灌婴很重视他，赐给他姓为灌，所以灌这姓就这么来的。汉景帝时期呢，发生过有名的七王之乱，当时灌夫呢率领1000人呢，跟随他父亲从军，立下军功了，被封为中郎将。他父亲呢死在沙场上了，灌夫呢不肯返乡葬父，还在战场接着杀敌。汉景帝说这灌夫啊忠诚勇猛，就任命他为西汉当时呢藩国代国的宰相，就下边一个这个藩王啊代国，他在代国当宰相。后来呢，汉武帝继位呢，又把他调回中央做太仆，就是管理皇家车马的这么一个官。你看他这个人生开场啊挺好，应该说前途无限光明。但是呢，灌夫有个毛病，爱喝酒，而且酒品不好，喝点酒就闹事儿，就像《红楼梦》里头那焦大似的，一喝多了就撒酒疯，不是骂这个就骂那个。有一天呢，他跟长乐宫的卫尉窦普喝酒，喝多了，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哪句话没唠明白，就吵吵起来了。你俩喝多的老爷们怎么可能动口不动手呢？吵着吵着，俩人你一拳我一脚就打一块去了。你这灌夫是什么人呢？他能当官就因为在战场上表现勇猛，而这窦普呢，这名起的就不好。你窦普能扛打吗？几下就打得鼻青脸肿，给他打懵了。这个事儿让汉武帝知道，汉武帝吓坏了，说你惹谁不好，你惹这窦普，我都得给他3分薄面。为啥呢？窦普是当朝太皇太后窦氏的兄弟，然后很多人都知道窦太后，他窦太后的弟弟。为了怕窦太后一气之下把灌夫杀了，汉武帝惜才，就把灌夫给送到燕国去当宰相去了。就给你打发走了，你到外地当官去。没想到这个酒鬼没记性，几年之后呢，灌夫不做官了，回长安老家了，又出事了。怎么的呢？他有个好哥们叫窦婴，这个窦婴呢当年也是个人物，官至宰相，后来因为得罪窦太后被罢官了。他罢官之后呢，谁接替他呢？汉武帝的舅舅田汾成宰相了。这个田汾呢是一个人性不怎么地个人，可以说挺坏。这田汾和窦婴两个人之间呢挺有渊源。当年呢，窦婴当大将军的时候呢，正显赫的时候，田汾就是个小小的郎官，所以使劲巴结过窦婴，天天往他家跑。说白了就跟三孙子似的。结果呢，现在窦婴失势，田汾得势的，这局面就扭转回来了。有一回呢，灌夫去拜访田汾，俩人喝酒喝的不少。灌夫呢，田汾呢，这时候就说了句醉话，说这么的，明天咱早上我就跟你一起去看窦婴。因为他俩喝酒聊到窦婴了嘛，这田汾就顺嘴搭话说了这么句。灌夫一听特别激动，太好了，你去看我哥们儿，我都替我哥们儿高兴。那这么的，咱酒就喝到这儿，我回去就通知他，让他在家里准备啊。你大人物去了，人能不好好招待吗？所以这大半夜的，灌夫就跑到窦婴家把这事说了。说第二天早晨，田汾就来。窦婴两口子一看这贵客来啊，赶紧打扫房间，布置围帐，准备酒宴，一直忙到天亮。天刚亮呢，就让府里边管事人在宅前的伺候等着。结果一直等到太阳老高，一直等到中午，这个田汾也没来。这灌夫在他家，这脸可挂不住了，说你看我说的，我找他去。结果呢，到了田汾府上一看呢，田汾昨天喝多了，在家睡觉呢。这灌夫就挺生气，但人家是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灌夫虽然勇猛，但不是没脑子。他当时就把气儿憋着，就问田汾说：“你昨天说好好的拜访窦婴，人家两口子准备一宿了，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敢吃饭，就等你来呢，你怎么还睡觉了呢？”田汾一拍脑袋：“哎呀，对不起，昨天喝多了，说的醉话，我都把这事忘了。那这么着，咱俩现在就去。”你看这时候灌夫还知道田汾不能得罪，可是到了窦婴家呢，一喝上酒就不是他了。借着酒劲儿，他把田汾的好顿给骂，还是窦婴呢硬给他拉走了，又替他跟田汾道的歉。就这个事儿上，俩人就结下了疙瘩了。结果又过了2年呢，田汾又要娶燕王的女儿做夫人。当时呢，文武百官呢，包括皇族啊，都去祝贺去，这场面很大。窦婴就找灌夫说：“咱哥俩去吧。”我说：“不行，我上次因为喝多了把田汾给骂了，这次就别去了。”窦婴说：“没事，那不都过去了吗？冤仇一解不一结，正好借着事把关系续上，硬把人给拉下来。”其实这就说窦婴心里没数，你是灌夫的好朋友，你不知道灌夫喝完酒啥德行吗？
结果冠夫又喝多了。周围的人呢，对已经失势的窦婴不够尊重，冠夫看不下去了，借着点酒呢，撒酒疯骂街。田芬一看你在我的婚宴上闹事，这不好吧，就说了两句，没想到冠夫连他也不惯着，说你今天你就杀我的头，我都不在乎，有什么好不好的，连田芬一块骂，把田芬给气的。行啊，我这婚也不结了，你也别走了，直接给你关大牢里，连真带假的捏了一堆罪名给冠夫安上，最终冠夫被灭族了，全家都死了。而且拉着他喝酒那个他好哥们窦婴也确实够意思，不离不弃的，人是我拉去我得负责，一遍遍找汉武帝求情，又在朝上呢跟田汾对骂，最终也被田汾陷害，被当街斩首。你说这顿酒疯撒的啊，你这个酒鬼当的，死了全家不说，连带好朋友都没命。还有比这更惨烈的，因为喝酒呢坑死朋友，坑死自己，还外带自己的大部队。那这位特殊的酒鬼是谁呢？南北朝的时候被称为万人敌的勇将卢爽。说南北朝梁武帝在位的时候呢，有个荆州刺史刘义轩，镇守荆州10多年，势力强大。荆州这带不光是富裕的问题啊，而且兵马强壮，号称江左第一大州。脚底下趴着这么一头老虎，梁武帝可睡不着觉，就下诏要调刘义轩为扬州刺史，就离开荆州，交出兵权。这刘义轩能同意吗？就起了反心，他就想到自个儿好哥们卢爽。这是孝建元年的2月，他派密使给卢爽送去一封信，约卢爽啊，说咱们秋天的时候，就半年以后，咱们共同起事造反。可没想到呢，卢爽接到信的时候正喝酒呢，喝得醉醺醺，日期他也没看，光看前面内容啊，要造反，我早就想造反了，哥们儿我配合你。借着酒劲儿，马上把部下给召集起来，走，造反去，把造反旗号都打出，直接到荆州找刘义轩去。这可坏了，这刘义轩一看，我本来写信征求你意见，然后咱定秋天再造反，那得做准备。结果他把造反旗帜打起来，很多人都知道了，那边梁武帝也肯定是没办法，赶鸭子上架，咱就干吧。造反这么大事，连点准备都没有，这肯定失了先机。但好在呢，卢爽啊有万人敌的外号，很勇猛，刘义轩也做了些铺垫，都不是白给的。两人就制定了作战计划，说咱们2路进兵，分成水路旱路，直逼这个都城。按照这个作战计划呢，咱以咱俩的军事实力，基本胜券在握。结果这酒鬼就没记下，到了最关键的战役时候，这卢爽又喝多了。打仗的时候啊，大伙劝他说：“你别上阵，你喝多了啊，不行，我这么厉害，喝酒能耽误我杀人吗？”他把自己整的跟老司机似的，我技术这么好，喝点酒能咋的？车照样走直线。结果大家知道，那都是醉话。你再厉害的主，再厉害的将领，你架不住酒精。卢爽估计也没想到，自己因为酒喝多手没劲儿，拿不住兵器，被敌军主帅毫不费力斩于马下。这卢爽的军队失去主帅，很快就被击溃了。陪他一道打仗弟弟也被杀了，刘义轩的造反大业功亏一篑，最后刘义轩也被杀了。你看这一顿酒坑了自己，坑死朋友，还坑了一支部队。所以这刘义轩呢，毕竟是因为朋友喝酒，想当皇帝没当了，送了性命。而最高级别的喝酒呢，这酒鬼啊，就是把自己直接喝的亡国了。你说起来呢，这方面挺有意思，还有个典故，就是以前的记载啊，最早发明造酒技术的，有人说杜康，其实还有个人叫夷狄。这个夷狄呢是大禹的手下，《笑傲江湖》里不说吗？上古时期大禹的手下夷狄造酒，所以大禹最大的功劳不是治水，是造酒。你看这个《战国策》里边记载说，大禹在喝了夷狄先生的酒之后，这酒太好喝了，太有诱惑力，他对酒本能的心生恐惧。大禹说了句话，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呀，就一定有因为喝酒这国家被灭亡了的。可以说他这话呢，千载之下都依然振聋发聩。大禹当时也因为这个疏夷狄绝止酒，就大禹不但戒酒了，还用此远离用酒来讨好自己的夷狄，就你也不是啥好人。可没想到呢，再传来几份有意思了。大禹的孙子太康就是个酒鬼，他继位之后天天狂饮不已。这时候夏朝诞生了，他成了夏朝历史上第一个因酒丧政之君。
就喝酒喝都不行了，当不了皇帝了。而再到夏朝最后一个皇帝，这都大禹的后人呢，夏桀更是酒色之徒，在皇宫里修建的酒池啊，大的可以航船。有人说这酒池肉林，这不是纣王吗？纣王是肉林，就是把这肉啊挂到这个树枝上，意思是呢随便吃。这个酒池呢是夏桀造的，就造这么一个酒池，整个池子里都是酒，可以划着船随便喝酒。但也有说肉林呢是让宫女把衣服都脱了，人肉林这意思，但说法不同。但总之呢，这夏桀呢这好喝酒，是个1号的酒鬼。夏桀整天呢和王后妹喜还有宫女饮酒作乐，最后生生把夏朝啊喝的灭亡了。商汤伐夏嘛，后来武王伐纣嘛，历史总是在这个规律当中啊来回循环的。所以当然咱们说这个喝酒喝亡国的极端，这历史上也有励志的酒鬼。这怎么励志酒鬼呢？战国初年这个时候，晋国执政的大臣赵襄子，咱都知道3家分晋，这赵襄子就是赵国的开国的这个君主。这个赵襄子就是个酒鬼。有一次呢，他设酒宴待客，连喝了5天5夜。他喝嗨了，喝爽了，特别自豪，说你看我这酒量啊，谁能比得上我呀？我这5天5夜没打地儿。这时候他身边呢有一个随从叫幽默，看不下去了，就讽刺他一句：主子不行啊，您这酒量啊虽然厉害，但有一位比您还厉害。说谁呀？纣王啊，商纣王啊。当年商纣王喝了7天7夜没怎么地儿，你看您这才5天5夜，比那纣王啊还差2天2宿。这话说得很重，赵襄子机灵一下子这酒就醒了，可不是吗？纣王7天7夜，我这5天5夜，那我和纣王这种亡国之君不差不多了，就差2天2夜了，多危险呢！于是他马上停止了长夜之饮，拉倒别喝了，大伙儿也别喝了，奋发作为，最终成了战国7雄之一，赵国的开国君主，成就了一世英名。所以咱们看呢，喝酒误事，关键在人不在酒，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放下酒杯才能成就大业。所以你要作为酒鬼，你好酒不是你的多大弱点，但是好酒还贪杯撂不下来，这就是弱点了。所以你得有赵襄子的觉悟，酒再好也不能贪恋杯盏，耽误正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就是 CNN 做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评选世界10大爱喝酒的国家，结果咱们中国呀排着第2，天下第2爱喝酒的国家，排第1的是英国，往下什么俄罗斯、韩国呀、德国呀、澳大利亚等等。但是中国排到这个榜上，我个人觉得名不符实。为什么呢？中国人喝酒的倒是不少，但是爱喝酒的人到底能有多少呢？他们真的就爱喝吗？美国评选世界10大爱喝酒国家，中国排行第2。这一排名有何根据？婚丧嫁娶、大事小情、觥筹交错，中国人对酒真的情有独钟吗？关于温酒斩华雄、笑傲江湖论酒杯，酒文化里的典故和趣事，你又知道多少？老梁观世界为您讲述天下第2的酒精。咱们针对这个榜单呢，首先得有一点说清楚了，爱喝不等于能喝。这个榜单上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指着说呀，这个国家人呢喜欢喝酒。所以你看人家这榜单上就说了，说中国人呢有个大事小情、婚丧嫁娶的，都愿意在桌上喝酒，甚至为了一些名酒一掷千金买回酒收藏去，而且喜欢这种烈性白酒、蒸馏酒，这作为爱喝的一个理由。他也把这一点呢放大。你看啊，英国人、德国人爱喝酒，站到道边上，这都有那个自动售酒那机器，你把这个钱币投进去啊，接一杯，然后自个儿就喝上了。我去这个国外看过那足球，就是嘛，那个球迷啊，好多人看之前看之后拿着杯在那喝。德国更是，那喝啤酒的人太多了。就是我说这一点，爱喝和能喝它不是一回事。你要真讲能喝，它有个指标是什么呢？就是人均1年消费多少酒精。另外有个榜单，世界上最能喝的，就人均消费酒精最高的国家是摩尔多瓦，第2是捷克，第3是匈牙利，第4俄罗斯。中国连前10都进不去。也就是说，中国人均
消费酒精量并不高。就中国人，你要说他爱喝也好，他不能喝。整体消费的量，咱最起码往北说，我们老家这黑龙江经常能见着俄罗斯人，确实比中国人能喝，厉害。所以首先第一个，爱喝不等于能喝。第二个，真的就爱喝吗？我看也不是。那种爱喝，我就见到英国人、德国人，那是真爱喝，他把这个当饮料，天天就高兴，把这个当人际交往的方式，俩人站到那会儿就喝上了，一个人也在那喝。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极少有一个人喝酒。一个人喝酒有两类人，一类是呢，那真是爱喝的，就甚至都酒精依赖了，我一顿不整点我都难受。要想生意好，天堂装饰找萌萌，我知道一天一杯，可爷爷这杯子怎么越来越小了？还有第二类啥，借酒浇愁，一个人喝，而这样人容易喝多，明明就喝一杯呢，2杯。那邓丽君唱吗？美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来了第2杯吗？就伤心时候，这才有一个人喝酒。绝大多数中国人喝酒是什么状况？说大伙凑热闹。王总已经喝了不少了，咱们喝，咱们啊，这么白鞋到老啊！你说错了，应该是鞋头到老。说的不哎，有人陪着你了，整两盅，或者婚丧嫁娶这事了，升迁了，娶媳妇了，怎么着，凑到一块儿咱喝吧。而这种场合，很多时候咱们喝酒是为了助兴，就是我也不爱喝这玩意儿，但是大伙都举杯，咱就助个兴吧，凑个热闹吧，这个非常常见。你看这个案子能给他60万吗？我公司的人也要吃饭，找，先喝酒。好，还有的压根就不爱喝，甚至都喝不下去，逼得没招了，求人办事喝吧。领导说你给我挡一杯，喝吧。逼得没办法了，让人劝的不喝不行了。这杯是干了，干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喝酒的时候非常多，但是真爱喝酒的不见得有那么多。所以我说这个榜单呢，光看表面现象，说中国人你看啥事都在一块喝酒，你以为就爱喝酒吗？有相当多数让人给逼的没招了。我再自罚3杯。好，可以吧？而且咱们说，但凡爱喝酒的国家，它必有酒文化。喝了咱的酒，只因壮阳醉不愁，一字经369，九归一，跟我走，好酒好酒。对这个酒文化能够吃透到什么程度，决定你这个国家爱喝酒的程度。说你说的玄乎，那酒文化是啥？我给你说点事儿吧，你就知道这酒文化是什么。夷狄、杜康，谁才是酿酒鼻祖？酒字的由来有着怎样的传说？关羽温酒斩华雄，笑傲江湖论酒杯，酒文化里的典故和讲究，你又知道多少？老梁观世界，天下第2的酒精正在播出。首先一个，你要喝酒，我得问问你，这酒怎么来的？你知道吗？谁最早造的酒？中国人。我估计喝酒的人大多数不知道怎么回事，尽管是传说，你也应该知其一二。酒呢有2种说法，有一种说那不是想当年杜康造酒，刘伶醉倒刘伶整3年，刘伶后来还成了上方的酒仙吗？有人说杜康刘伶，还有说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吗？大禹命夷狄造酒，就大禹治水那大禹，他就命令下边有人叫夷狄，这夷狄据说就中国人的酒神嘛，他造酒。这是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这里头有些传说很有意思。你比方说刘伶，刘伶，魏晋时期竹林7贤之一，平生嗜酒。刘伶醉酒的故事，至今仍是舞台上的经典曲目。好为此，开酒馆应当放一放来问一问，滨州的哪一个不知刘伶是个好酒男？人家无说凡尘俗子，喝酒的汉就是那上八仙下八仙，死的金刚18罗汉，
玉皇大帝来到此，我要和他挂几船。刘伶呢，他老婆看不惯他喝酒，说你把酒戒了吧。结果刘伶呢上香了，敬的是酒神，还做了几句话啊：天生刘伶，饮酒为名，妇人之言慎之莫听。甭听了，我该喝我的。刘伶酒神喝多了以后往屋里一躺，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这朋友一进这屋一看，哎呀，你这太不雅了，穿上点。刘伶说穿什么穿呢？大地是我的席子，这老天就是我铺盖，哎，这房子那就是我贴身的被窝，我的裤子。喝酒放浪形骸，自古以来文人无形，有这传统。咱们再说这酒怎么来的？你看这酒字三点水，这边是一个子丑寅卯，这个酉，这酉字说这念酒，这酒怎么来的呢？这咱就说到另一个传说。杜康是谁呢？杜康是夏朝的第5个国王，夏朝开国国王夏启，哎，就是大禹的儿子。哎，这个杜康呢，等于大禹的重孙子的孙子，这么个辈儿。那么呢，杜康是怎么造出酒来的呢？说有一回啊，杜康到这粮库去看，结果那天天降大雨，这个粮库啊就渗水了。这水啊，雨水渗进去呢，跟粮食混到一块儿了。我们都知道造酒那不就水和粮食吗？结果发酵了，发酵之后呢，就从这个粮仓的缝隙上流出来一些液体。杜康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拿个碗接了一碗之后呢，喝一口，哎呀，浑身发热，哎呀，这怎么这么舒服啊，晕晕乎乎的，再来一碗。结果最早这酒把这个杜康喝醉了，等杜康醒了之后觉得，哎，这个东西好喝，再接点，他就琢磨明白了，哦，水跟粮食和一块儿能出来这个东西。可是一咂摸这滋味呢，总觉得少点啥。说这东西要是弄好了，你看这就天然发酵的，咱们要人来做它，是不是就会更好呢？他琢磨这事，结果晚上呢，菩萨给他托梦，说呀，你呢搁这个水和粮食，以水为源，以粮食为料，泡到一块儿。你等到第9天头上的酉时，就晚上呢5点到7点，你呀站到路口呢，等着这个时辰过来的人，你找3个人，让他们呢各给你挤一滴血，滴到你造这个液体里边，哎，你最后就成了，就好喝了。结果杜康醒了一琢磨，真的假的？照这来吧。哎，把水和粮食弄到一块儿发酵。等到第9天头上5点到7点这时辰，5点钟他就站到自己住这地方了，找一个十字路口啊，等人来人往。哎，这时候一看不远过来一个人，是个书生，摇头晃脑的，哎，在那吟诵啊。哟，说你这听，求您点事儿。杜康就一五一十啊，把这事儿说了。你看说啊，你要造一种饮料是吧？那我得成人之美，没事啊。这书生就把手指划破，挤了一滴血，挤到他这个液体里头了。又等了一会儿呢，哗楞哗楞，马铃铛响，一看前面呢，雄赳赳气昂昂来了个武夫将军在马上。哎，将军您站下，有个事儿跟您说。一五一十说一遍，好事啊，我愿意来。撸胳膊挽袖子，也把这食指划破，挤一滴血滴里边。这俩人碰上了，这杜康在这等第3个人，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眼看呐就到7点了，这酉时就要过去了，这不灵了吗？实在没办法了，一回身，哎，身背后有个要饭的傻子啊，呲牙咧嘴冲他乐。行啊，这管怎么这也是个人，把这傻子拽过去，不由分说摁到那儿，把手指划破，也挤一滴血。哎，书生、武士、傻子3人的血滴里头了。然后果不其然，到晚上再开锅酿制，再一闻再一喝，哎呀，鲜美无比。说这东西叫什么呢？3个人的一滴血啊，每人一滴，3滴3点水。酉时找着的，这边再搁个酉吧，哎，这字出来了，3点水搁个酉字，念啥呢？啊，第9天发酵而成的，那就念酒吧，就这么着酒这字才有。啊，这故事不算完，你接着听我往下说。酿出来之后呢，杜康给大伙喝，哎呦，大伙都觉得好喝。可是这东西喝多了呢，有的人就晃了晃荡，什么样就有了。这时候大家才想起来，为什么文人、武士、傻子3人各一滴血滴到酒里，喝酒的3种境界。刚一上桌，端起杯来，愿尊前长叙，弟兄
平如金玉。统柴胡，御蝙蝠，号令明，君为素。好，你看文质彬彬的，出口成章，这是喝酒那第一滴血起作用了，书生的血，文质彬彬，出口成章吗？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话也唠开了，关系也到了。哎呦，卢哥网秀大哥，你可得干了！在这3、5天下雨雷对雷，朱仙阵交锋锤对锤，英雄好汉喝酒就得杯对杯干。东风吹，战鼓擂，今天喝酒谁怕谁？这时候什么？武士那滴血发挥作用了，武将嘛，大马金刀，卢哥网秀的。再往后喝多了，舌头也长了。大哥，你这酒你要喝下去，我管你叫爹。你看，胡言乱语了，这就是傻子那滴血发挥作用。关键时候就要抵得上去。所以这是喝酒的3种境界。你看我刚才说这些呀，我这么一说，你这么一听，观众朋友一听说这老梁挺能扯啊，还弄出这么些说头来，这就是酒文化。他其实等于含蓄的告诉你啊，咱们喝酒啊，喝的彬彬有礼最好。卢哥网袖子要实在人没外人也行，可别喝到最后喝多了。你看他这里有道理，这就是酒文化。千年的酒历史也造就了我国源远流长的酒文化。一碗浓烈的酒酝酿出了义薄云天的英雄豪气。《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当时袁绍率18路诸侯讨伐董卓，虎牢关守将华雄一连斩杀联军多员大将。此时身份低微的关羽主动请缨，小将愿斩华雄之首，献于帐下。壮哉！拿酒来，云长，云此热酒，以壮胆气。有且放下，我去便来。当关羽提着华雄的人头回到军营时，那杯酒仍是温的。关羽从此名震诸侯。中国古代的不少文人都对酒情有独钟。诗人李白的作品中有170多首都是与酒有关的。在许多历史传说中，酒也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咱们看武侠小说，看《笑傲江湖》里头有一段叫祖千秋论杯。祖千秋呢是个文武双全的这么个穷酸文人。这祖千秋呢碰着令狐冲了，就说这喝酒啊，你不能把这酒喝瞎了。令狐公子，你虽然有好酒，可是你没有好的酒具呀，这未免美中不足，有些遗憾呐。这不这有多种多样酒吗？又是米酒啊，这又是花雕啊，又是高粱酒，又白酒啊，这各种各样酒。不同的酒啊，得用不同的杯喝，要不就喝糟蹋了。喝不同的酒，那就要用不同的酒具。汾酒那就应该用玉杯。唐人古诗云：“玉碗盛来琥珀光”啊，可见用玉杯玉碗来喝汾酒，才能够增加它的酒性啊。要喝这坛关外白酒，那就要用犀角杯，这样才能增加它的酒香。说梨花酒搁什么喝呢？梨花酒搁翡翠杯。有白居易有首诗写：“红袖枝翎夸世叶，青旗沽酒趁梨花。”卖梨花酒的时候，上面挂的是青旗，清脆清脆的，衬得这梨花酒格外精神。你搁翡翠杯喝梨花酒，相得益彰。说这百草美酒啊，采集百草进到酒里边盛的，人呢未饮先醉，这得搁什么？搁古藤杯，能够增加它这种骨气。说这米酒虽然这个味儿不错，可是有点甜，不够豪爽，得搁大斗喝，端起来啊，这才显得豪爽。说你这个葡萄酒得搁什么？得搁夜光杯喝。古诗有云：“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这葡萄美酒是颜色艳红，一旦盛入夜光杯中，更是色如鲜血，男儿饮之岂不壮哉？这叫什么？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岂不快哉？喝高粱酒用什么杯啊？对啊，高粱酒乃是最古的名酒。世人只知大禹治水，而不知大禹创始了酿高粱酒之法，所以喝高粱酒应该用青铜酒爵，这样才最有古意呀。你看，这是祖千秋论杯，不同的酒用不同的杯，你看这是不是讲究？
还有关喝酒的各种传说，什么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啊，武松3碗不过岗，这两岸岗喝18大碗。其实这个呢，它并不是我们说的白酒，在很早就是果实啊、粮食发酵，这基本都是黄酒、米酒，一直到北宋时候才发明了蒸馏酒，北宋以后才有白酒。所以咱们了解到的，像武松、曹操他们喝那酒，像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那都是黄酒、米酒。他武松18碗没事，现在有这量的人也不少。他要白酒18碗，那佩服他，那人家就简直就不得了了人。所以我刚才说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的酒文化。你要把酒文化吃透了，细细品这酒，能品出刚才祖千秋那些东西，或者平民百姓聊天也能把酒上说出个子午卯酉来，这算你爱喝酒。行酒令是中国传统而又独具特色的饮酒文化，最早诞生于西周。古代文人雅士行酒令一般采用对诗、猜字等形式，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话，只要比上一句都要押韵。谁要是说错了，罚酒一杯。与文人间的行酒令不同，民间酒令更加五花八门，简单易学，妙趣横生，如麻拳、玩骰子、击鼓传花等。行酒令就像催化剂，顿时酒席上的气氛活跃起来。那么热闹酒桌上的人们是否真如表现的那么爱喝酒呢？可是中国人真的爱喝酒吗？我刚才说那个有太多的陋习，这酒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以外的东西拿进来太多，面子呀、人情啊，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也是啊，喝酒要个面子，菜叫那么多，造成浪费。而且喝酒非得尽兴，一尽兴矫枉过正就得喝多，这一喝多，酒后误事、酒后无德、闹事的比比皆是。酒精依赖危害几何？又该如何对症下药？塑化剂、限3公、禁酒令连番冲击下，高档酒价格下跌，销量滑坡。白酒业的冬天真的来了吗？老梁观世界，天下第2的酒精正在播出。这一喝多，酒后误事、酒后无德、闹事的比比皆是。醉酒后寻衅滋事、冲动下实施暴力的案件屡见不鲜。据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因酗酒肇事立案高达400万起，1/3以上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车有关。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国有超过2000万人酒精成瘾，酒依赖患病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酒依赖依然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所以你看，新的形势下，咱们中央带头了，就对于这个酒桌上这些陋习啊，中央肯定要管一管了。那么相应的，它就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中国的白酒行业。你看，我注意最近呢，白酒的股票啊，有2个变化，非常引人注目。有2次股票大跌。第一次白酒股票大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咱们要有一个这个8不准，然后中央军委呢推出这个禁酒令。在这个之后，白酒股票咵跌下来了。在第2次跌呢，就是我刚才说李克强同志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提到3公消费只减不增，第2天白酒股票咵又跌下来了。连日来，白酒行业受到塑化剂、限3公、禁酒令等冲击，高端白酒的销量下挫，价格受到巨大影响。仅3月18日一天，白酒股票板块市值蒸发超过230亿元，曾经一度突破2000元的53度飞天茅台价格已跌破1000元，而52度五粮液的市场售价相比2012年年初也降了将近200元。现在白酒行业有的专家就提出这么6条，提得非常好。他说中国现在白酒行业呢是发展过热、产能过剩、价格过高、竞争过度、厂子过多、出国过少。我觉得这6个过算把现在白酒行业的乱象说得非常清楚了。我倒觉得中国眼下这个白酒它急切需要开拓新的市场，出口这市场。咱们说实在的，要跟进口的酒比，咱们出口量太少了，相反进口的酒却多， XO、人头马等等等等。中国起码也应该有酒的奢侈品牌，
茅台、五粮液都可以做酒的奢侈品牌，同时也不要就高端，相应的配套着向中低端发展，没有害处。因为毕竟中国酒的消费市场、民间的消费市场依然很大，在这里边大有文章可做。